大家好，我是 Keywolf， 来自漫物科技。我们团队的话是在这个中国厦门，然后我们主要的话是做这个区块链方面的这个安全，包括 EOS、以太坊啊等等这些公链。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漫物科技在这个 EOS 生态里面做的一些事情。那在开始之前，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漫物科技的一些内容。首先的话，我们的核心的团队有提供这个安全审计、安全顾问以及防御部署、威胁情报这些服务。那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服务了海内外众多的这个钱包和交易所，例如说火币、币安、OK 等等这些平台，以及说 M Token 等等这些以及说 EOS 生态里面很多 Meet One 啊，然后以及 Mo.top 等等这些钱包。那我们的话还有一个这个社区，然后我们是叫做 SlowMist Zone， 叫漫物区。那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的话，也有提供这个威胁情报，以及说漏洞赏金，还有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一些项目的这个推荐，还有我们在整个漏洞赏金和这个威胁情报里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生态激励的这样的一个 token， 我们是叫做 SlowMist Token。那我们在这个 EOS 主网启动之前，也就是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去研究这个 EOS.io 的这个底层的这个代码，然后我们当时是有发现了一个 EOS P2P 这样的一个漏洞。那在这边的话，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漏洞的一个基本的一些信息。这个的漏洞的话，我们在这个发现了之后，有第一时间向 Block One 以及 BM 去反馈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反馈完之后，我们也有向 CVE、MITIE 进行这样的一个注册。那这一个漏洞的话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编号，11548这样的一个编号。那它这个漏洞的一个原理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 EOS.io 就 Node EOS 这样的一个程序里面，它有一个配置文件。那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是说最大的这个 Node EOS 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这一个数的上限。那我们再根据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话，就发现其实我们可以用一台这个机器去发起所有的这个连接。那这样的话，我们一个机器就可以去把这个 BP 或者说公开的这样的一个full node 的一个 RPC 这样的一个机器的连接数给它占满。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非常低的这个成本去实施这样的一个攻击。那其实这个影响大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阻塞整个BP 以及所有的这个 BP 之间网络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这个通讯。那在我们反馈完这个漏洞之后，Block One 在这个修复的这个过程中也非常的快，然后他们也去实施了一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最精简的一个这个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修复方式，也就是说限定单 IP 能够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上限，也就是说增加了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就是 Max Nodes per Host， 也就是每一个机器它能够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进程。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连接是数量是多少，然后默认的话是1，也就是说一个 IP 只能来发起一个连接对这个 BP。那这个的话，我们也制作了这样的一个漏洞的这一个paper， 就是一个研究报告。那这个的话在这边链接可以去进行这样的，在我们的 GitHub 可以进行查看。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主网启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主网启动之前，我们一直在和这个国内的以及国外的，就是说Asia 啊，以及说 EOS Store， 还有MUS 等等这些平台去生态里面的各种项目方去对这个 EOS 的这个主网启动进行这样的一个保障。那我们也是结合主网启动里面能够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这一个风险点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那我们然后的话是出具了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结论转化为一个 checklist， 这样的话就能够使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BP，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配置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去降低这个安全的这个风险。那在我们的这个 BP Node Security Checklist 里面，也就是说超级节点的安全执行指南里面，我们有5大部分这个内容。
就是说第一个是 RPC 这样的一个安全，也就是说去防范RPC 被这个恶意的攻击者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连接，也就是说去保护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这个传输。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本身这个 Node EOS 的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配置，去对这个内容进行这样的一个加固。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网络这样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因为 BP 需要和其他的这个 BP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连接，然后他们形成这样的一个网络之后，在这个链路上进行这样的一个通讯。那这个的话，在主网启动过程当中，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数量的要求，所以说BP 和 BP 之间顺利的就是通畅的这样的一个联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个BP 的这个节点之间，包括主备以及说它的其他的这个出块节点、API 节点和这个全节点进行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也是有推荐AWS、Google 云以及这个 uCloud 等等这样的一个云计算平台，对整个这个网络以及它的这个拓扑的这个链路的健壮性进行这样的一个保护，去加固这样的一个链路的这个稳定性。那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机的这个安全，因为所有的这个程序都是运行在这样一个机器上面，有可能是云服务器，也有可能是那个自建的这样的一个机房。那机器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话，也就是决定了它整个EOS 节点这样的一个稳定性。那涉及到考虑到这个 BP 的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对 EOS 主网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那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主机的安全，我们有去加固，比如说 SSH 这样的一个登录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及对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进行这样的一个加固，例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端口的这些变更，不使用默认的端口，避免被这个全网扫描去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五个的话就是说一个威胁情报，因为在整个这个安全以及说整个区块链里面，整个这个攻击它其实是也不会是单一的，那攻击者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先后。那如果能够以这个威胁情报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建立，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攻击情报在这个网络内快速的进行这样的一个传播，然后去降低其他的这样的一个BP 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能够在最快的这个时间内去把这样的一个风险给它进行一个降低。那这个的话就是主要是这个五大块的这个五大方向的这个内容。那我们也在这个5月31号的时候进行这样的一个发布，我们把它发布在了我们的 GitHub 上，也可以去通过这个链接去进行查看。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在这个在9月20号的时候，也就是前2个月的时候，去发布的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安全开发指南。那在因为在EOS 主网启动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众多的这个DAPP 在进行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尝试，然后在EOS 上面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其实随之而来的话，也带来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漏洞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事件。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 DApp， 不管是游戏的还是其他的一些DAPP 都面临很多的这个风险，经常被这个攻击者进行攻击。那我们在这个因为深入到这个生态里面，以及包括进行开发，以及说节点，我们都有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和这个实践。所以的话，我们在9月20号的时候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智能合约安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指南。那我们在这个指南里面呢，也是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首先的话，就是说在开发这样的一个EOS 智能合约的一个准则上面，就是说你需要去考虑到智能合约的开发，也就是说区块链的开发，它跟以往的这个内容是不太一样的。你需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基础，比如说对区块链这样的一个理解，比如说区块链Solid EOS 上这个 C++ 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去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和这样的一个了解。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去汇总目前已经发生的
就已知的这样的一些漏洞的这个攻击方式，以及说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代码。那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已经汇总了这个4、5个这样的一个漏洞。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有翻译出一些文章，例如说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大家开发的时候都会了解到的一个这个溢出，也就是说数值的这样的一个溢出。那这个的话就是也有关联到前阵子我们有跟360这个团队一起披露的这一个 EOS 底层的assert，就是资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体的一个底层的这个缺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数值溢出上面的话，也需要进行这个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对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大小进行这样的校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身份认证，也就是说因为本身在 EOS 这个 Smart Contract 里面，就是说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就是说需要去对传入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去做这样的一个限制，就是说不能让所有人都可以去以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执行这个智能合约，而需要对传入的这个参数的这个用户对进行这样的一个 auth 的 require auth 这样一个健全，去鉴别它目前是否是它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签名。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在EOS bad 当时出现这个漏洞的时候遭遇了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也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这个 transfer 的通知的时候需要去判断，也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通知首先是不是来自这个EOS IO 点 token 这样的一个合约的，也就是说在 apply 里面或者说在 transfer 的这个处理逻辑里面需要去校验它是否是有存在这种假 EOS 的问题。因为在 EOS 上面的话，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合约只要部署了这样的一段代码，它都可以去 issue 或者说 create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token。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也就是说你收到这样的一个 simple 是 EOS 的这样的一个 token， 它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这个 EOS， 所以说你需要去校验这一个 simple 为 EOS 的这样的一个 token， 它的这个发行者，也就是说发行这一个 simple 为 EOS token 的这个合约是不是官方的 EOS IO 点 token。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 apply 里面还需要去处理一下，就是说你可能会收到这样的一个转账的这个通知，然后这个通知的话有可能也是伪造的，也就是说可能有其他人进行相关的转账的时候，你并不是这个收款人之一，所以的话也需要去注意，就是说需要校验你收到的这样的一个 transfer 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它是不是收款人是不是自己，也就是说 to 是不是自己的这个账号。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对我们这个安全开发指南里面有提到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已知的这个漏洞，然后它其实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事件，同时的话我们也对它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引用。那这样的一个安全开发指南的话也可以去在我们的 GitHub 上查看。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生态里面也是觉得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方以及说所有的其他的这些应用，他们都在不断的去对这一个生态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特别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攻击者或者说这些研究人员，他都是对这个生态有一定的这个了解的。那我们普通的用户他怎么样去查看或者说去降低他们对这一个合约的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基于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也是开发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我们这个漫步区的这个网站的这个子域名 EOS 点 SlowMist 点 IO， 那我们是叫它为 EOS 天眼，我们的英文的名字叫做 EOS Moonkit。那这样的一个平台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对项目方、对普通的用户、对这些 EOS 的持币者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去关注
这些合约或者说这些 DAPP 的这些项目方，它是否有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合约代码的这个更新？因为如果是有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一些新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上线，一般来说还会配合一些在他们的社区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公告。那如果说他没有进行公告的这个情况下，他有可能对这个合约进行这样的一个升级，那他的话就是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危害。也就是说因为部分这一个 DApp 它的这个在参与这个 DApp 的时候，需要对它进行这样的一定的授权，所以如果他在这个拿到用户的授权之后，他进行这样的一个作恶的情况下的话，他把这个合约进行升级，对所有已经获得授权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这一个转移或者说盗取的话，这样的一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能够对这个合约的这样的一个更新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进一步的去考虑，就是说，因为开源就是合约代码的是否开源，也是衡量这一个 DApp 的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自信的一个基准。所以的话，我们也同时上线了一个灰盒子，Gray Box。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用DApp 的这些项目方可以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合约，以这种半开源的这个形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代码的这个上传。也就是说，它可以把一部分代码进行开放，也就是说公开给这个所有的这个用户。那另外一部分代码呢是不进行这样的一个公开。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在收到这样一个请求之后，对它完整的这个代码进行这样的一个编译，同时呢，通过这个合约的这个哈希值与链上的这个合约哈希值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如果两者是一样的，说明它上传的完整的源码是正确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告诉用户，他其实项目方已经向我们去向我们这个产品去上传了它的完整的代码，但是基于风险的这个考虑和这个产品其他的一些竞争的这样一些考虑，他可能不愿意把所有的这个代码都进行公开。那我们会按照用户的这些要求，首先对这个代码进行这个加密，存储在我们的这个设备上面。同时的话呢，会对这个标记为不公开的那部分进行隐藏。这样的话，用户可以去根据开放的这些部分去验证，就是这个项目里面它核心的那些内容，就是说是否是和它的那些规则，就是说游戏的那些规则、随机数的那些规则是否是一致的，和它页面上、网站上的这些内容是不是一致的。这样的话，能够去给整个这个生态，不管是项目方的这个公信力，以及说用户对这个项目方的这一些安全的这一些认知，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帮助。那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平台。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欢迎其他的这个项目方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通过 Gray Box 来进行这一个安全自信的这一个传递。那主要的话就是这些内容，大家可以去国内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SlowMist，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Twitter。